丧尸末日来临，亲人鸠占鹊巢，害我们全家惨死。重来一世，我们势必要改变命运。我妈妈说她重生了，她还说末日还有1个月，马上就要来临了。你没发烧吧？是不是烧糊涂了？我却有点相信妈妈说的话，她说的和视频里那些末日小说描写的差不多。如果妈妈说的是真的，那……哎呀，张国强，你到底信不信我？你在楠楠的写真照后面藏了560块钱，你的微信里还有125.2块钱。你查我手机了？楠楠，你是不是也有小金库？是你本来留着给你好朋友买生日礼物的钱。听见妈妈这样说，我心中的肯定又增加了几分。这件事如果不是十分危急的情况，我是不会说出来的，因为这个钱是我留着给男朋友过生日的钱，而妈妈却能准确的说出来，这说明我曾经真的告诉过她。楠楠，妈，我相信你。听见我这样说，妈妈松了一口气，欣慰的笑了。楠楠，你们母女是不是在玩什么游戏？爸妈说的应该都是真的。爸爸虽然疑惑，但是看见我和妈妈脸上认真的表情，他也不再说话。我们一家人坐在沙发上，听着妈妈描述上一世的末世生活。什么？你说楠楠姥姥带着她舅舅把我们一家从乡下的房子里赶出来了，还让我们去喂丧尸？爸爸听得很投入，气不打一处来。妈妈沉重的点了点头，眼圈再次泛红。那段记忆显然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愤怒。不止如此，末世开始后，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乡下老宅安顿下来，那里人烟稀少，又有井水和地窖，我们以为能撑过去。一开始，我妈带着立邦一家来投奔，我看在亲情的份上收留了他们。可食物越来越少，外面越来越危险，立邦怂恿我妈说我们一家3口是累赘，浪费粮食。他们趁你出去找物资的时候，抢走了我们大部分存粮，还把我和楠楠锁在屋里，引来了丧尸，想让我们……妈妈说不下去了，泪水滑落。岂有此理！平时他们怎么占小便宜，怎么瞧不起我们家，我都能忍，但这种事要是真的，我跟他们没完。爸爸的脸气得通红，胸口剧烈起伏。他或许之前还有疑虑，但妻子此刻真实的悲痛和细节彻底说服了他。亲情在生死存亡的残酷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和丑陋。我紧紧握住妈妈的手，心里也是一阵后怕和冰凉。姥姥和舅舅一家虽然平时有些势力，但我从未想过他们会做出如此丧失天良的事情。末世真的能把人变成鬼？妈，后来呢？后来你爸及时回来了，拼死救了我们，但我们失去了据点，流离失所，吃尽了苦头。楠楠，你为了省下吃的给我和你爸，身体越来越弱，后来一次发烧没有药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虽然那是上一世的事情，但妈妈的痛苦如此真实，让我仿佛也感受到了那种绝望。客厅里陷入短暂的沉默，只有妈妈低低的抽泣声。末世的残酷画卷以一种无比真实的方式在我们面前展开，不再是屏幕里的故事，而是即将发生的，并且曾真切毁灭过我们一家的未来。好了，都过去了，我绝不会再让它发生。既然我们知道了，就绝不会让那种事重演。丽娟，你详细说说末世具体是怎么开始的，有什么特殊的情况，比如天气异常、病毒还是什么其他的情况？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需要准备什么？不是天气异常，是大概1个月后的一个晚上，新闻里突然报道全球多地出现罕见的狂躁症患者，攻击性极强，被咬伤或抓伤的人会在几个小时内迅速变成同样的丧尸，通讯时断时续，一夜之间秩序就开始崩溃了。源头不清楚，爆发非常快，几乎同一时间在全球各大城市出现。我们这里虽然不是第一批，但也没晚多少。最重要的是，最开始混乱的是医院和人口密集的城区，水电大概在3、4天后就陆续中断了。1个月时间有点紧了，我们需要立刻行动。钱，首先要把所有能动的钱都拿出来变成物资，我的私房钱，还有家里的存款，理财能取出来的都取出来。丽娟，你管钱，你最清楚，明天一早就去办。对，钱到了末世就是废纸，必须全部换成有用的东西，食物、水、药品、燃料，还有安全的住所。乡下老宅，老宅虽然陈旧，但独门独院，有围墙，前后都有地，人口比城里稀疏太多，而且有井，这是最重要的事物。我们必须赶在末世前回去，并且加固那里。可是我妈和我弟他们，那是上一世，这一世我们绝不会让他们进门。丽娟，这件事上你不能心软，想想他们做过什么，想想楠楠。听到爸爸强硬的话语，我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。我看到妈妈眼中闪过一丝挣扎，那是血缘亲情与残酷现实之间的剧烈撕扯。她想起了母亲和弟弟在末世中的狰狞面孔，也想起了我奄奄一息的惨状。最终，后者压倒了前者。他用力地点了点头，眼神也变得决绝。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他们不是我的亲人，你说的对，是豺狼。这一世我们要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楠楠。好，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。明天开始全力准备。丽娟，你负责列出最急需的物资清单，越详细越好，特别是药品。楠楠上次发烧，必须备足。我明天一早就去把我们账面上的钱全部弄出来，
然后去联系一下建材城，老宅的围墙得加高，门窗都得换成最结实的。爸妈，我们还得准备一些防身的东西，还有太阳能充电板、蓄电池、净水片、种子等，这些末世文里都说很重要。对，楠楠说的对，那一晚，这些东西我们一家现在买还3口几不算太引乎没睡，人注目，围坐在得赶紧。茶几旁。妈妈凭着记忆详细描述着末世初期需要的各种物资，我和爸爸则不断补充，清单越来越长，从大米、面粉、食用油，从感冒药、消炎药到压缩饼干、罐头、肉干，从柴油发电机到小小的打火石、酒精，没想到缝合线，我们的心就沉一分。时间太紧迫了，天刚蒙蒙亮，爸爸就揣着家里所有的银行卡和存折出门了。妈妈也开始行动，她先是打电话给几个批发市场的熟人，以老家要办酒席为由，我则负责在网上大量下粮油，顺便把爸妈的身份信息拿来刷一些网贷。爸爸名下有一个小公司，妈妈也有一份稳定工作，贷款还是比较容易的。同时，我也利用自己的身份信息努力刷了几个，把钱都汇聚到了爸爸的账户上，拿着其中一部分钱用来购买那些不易引起怀疑但末世必备的物品，比如多功能工具箱、户外净水器、高强度尼龙绳、战术手电、电池、暖宝宝。甚至我还购买了一大堆卫生巾和纸巾。妈妈说过，末世后期，这些女性用品和清洁用品比黄金还珍贵。我们的行动迅速而隐秘，但大量的采购和银行转账还是不可避免的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。首先察觉不对的，果然是我的姥姥。就在我们开始行动的第3天下午，姥姥突然打来了电话。妈妈看着来电显示，脸色微微一变，深吸了一口气才接起来，并按了免提。丽娟啊，姥姥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带着她一贯的那种略显刻意的亲热。这2天在忙啥呢？咋都没见你发朋友圈了？昨天我遇到你王婶，她说看见国强急匆匆的去银行取了好多钱，出啥事了？是不是国强工作上遇到麻烦了？还是楠楠有什么需要花钱的地方？妈妈的神经立刻绷紧了，她飞快地和我和爸爸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努力让声音听起来平静自然。妈，没事儿，能有什么事？国强就是正常业务需要点现金，楠楠好着呢。真的，你可别骗我！我听说你们还在到处买米买油的。还找人打听买柴油。丽娟，你跟妈说实话，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？有啥好事可别忘了你弟弟啊！丽邦最近正好想换个车，手头紧巴巴的，你能帮衬一定要帮衬一下。妈妈的手指攥紧了，指甲几乎掐进手心。我见状，立刻凑到手机旁边，用一种故意装出来的，带着点撒娇和抱怨的语气大声说：“妈，是不是姥姥？我要跟姥姥说。”妈妈愣了一下，立刻明白了我的意图，顺势把手机递给我一点。姥姥，我声音扬得高高的，听起来没心没肺。您可别提了，烦死了都。哎呦，楠楠啊，咋了？跟姥姥说说，谁惹我大外孙女生气了？姥姥的注意力果然被转移了，还不是我爸我妈。我撅着嘴，发挥着我这个年龄不懂事女孩的优势，非要搞什么末日生存演练，说是现在最流行的家庭活动，体验生活，非要把我家那个800年没人住的老房子收拾出来，这周末就要拉我去那住几天，断网断电还得自己生火做饭，烦死了我。我一边说，一边偷偷观察妈妈的表情，她紧张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鼓励。什么狗屁生存演练？张国强这又是抽什么风？闲的没事干了，有钱没处花了是吧？买那些东西得浪费多少钱？真是日子过好了烧的。就是说啊，还买了好多乱七八糟的罐头、压缩饼干，难吃死了。还说以防万一，万一地震怎么办？真是的，我们这多少年没地震了，我看他们就是瞎折腾。姥姥，您快说说他们。随着姥姥开始对爸爸的怪念头喋喋不休的批评，妈妈的肩膀终于放松下来，她向我投来感激的眼神，而爸爸则悄悄竖起了大拇指。电话那头的姥姥果然信了，或者说她更愿意相信这个解释。她嗤笑一声：“我就说嘛，张国强就是人傻钱多，烧的不知道姓什么了。丽娟，你也是跟着他瞎胡闹。楠楠乖，别理他们。周末想来姥姥家，姥姥给你做好吃的。还是姥姥最好。”我甜甜地说：“不过这周末不行了，我得被他们抓去体验生活。姥姥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同学叫我打游戏呢。”好好好，去吧去吧，两口子这不是纯折腾孩子吗？姥姥嘟囔着挂了电话。电话挂断的瞬间，我们3个人同时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后背都是一层冷汗。楠楠，你真机灵！妈妈一把抱住我，又是后怕又是欣慰。爸爸也赞许地拍了拍我的头。这谎撒得好，既解释了我们的行动，又符合他们对我们家人傻钱多的看法，还显得合情合理。你姥姥那人只愿意相信他认为对的事情。虽然暂时糊弄过去了，但我们知道这只是开始。姥姥生性多疑又爱占小便宜，她虽然相信了我们瞎折腾的说法，但很可能还会以关心或者看热闹为由继续打探，甚至上门。我们必须加快速度，并且更加小心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一家像上了发条一样连轴转。爸爸几乎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和关系，
他不仅取出了所有存款，甚至不惜牺牲一部分利息，提前赎回了一些未到期的理财产品。他还以公司要给员工发福利、老家翻修房子等名义，通过不同的渠道分批购买了大量的物资。建材市场里，他订购了加固围墙用的砖头、水泥和钢筋，以及最厚实的防盗门和防爆玻璃窗，要求直接送往乡下老宅。为了不显得过于扎眼，他对外统一的说辞都是老宅要改造成民宿，先做基础加固。妈妈则展现了惊人的统筹能力，她负责接收和整理爸爸和我买回来的所有东西。家里的地下室很快就被塞满了，米面粮油堆成了小山，各种罐头、脱水蔬菜、真空包装的肉制品分类摆放，甚至有一个小小的角落专门用来存放药品，从处方抗生素到维生素片，应有尽有。他还偷偷联系了郊区的农户，高价购买了他们自家榨的菜籽油和储存的粗粮，以及几十板土鸡蛋，大部分做成了咸蛋和松花蛋，弄到了几大桶汽油和柴油，小心翼翼地藏在老宅的地窖里。我的任务主要是利用年轻人的网络熟悉度，继续网购那些零碎但关键的物资：高强度登山绳、防刺服、多功能工兵铲、望远镜、对讲机、各种型号的电池、充电宝、太阳能充电板。同时，我也负责清理家里的个人物品，将重要的证件、相册、少量的金银首饰可以用于末世后期可能的以物易物整理打包。每个周末，我们都会以回老家度周末或者进行生存演练为借口，实际上是将城里采购的物资一车一车的运往乡下的老宅。老宅的变化一天一个样，围墙被爸爸请来的施工队加高加厚，顶上甚至还插满了碎玻璃和尖锐的铁刺。所有窗户都换成了内嵌钢丝网的防爆玻璃，外面还加装了一层结实的防盗铁栏。大门更是换成了一扇厚重的、需要内外两道锁的金属防盗门，看起来就像银行金库的大门。爸爸甚至还在院子角落里搭了一个鸡舍和兔笼，提前买了几只鸡和兔子养起来，美其名曰给孩子体验农家乐，实则是为了可持续的蛋肉来源。那口老井也被彻底清洗消毒，配备了手压和电动2套取水设备。我们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再次引起了姥姥的注意，尤其是老宅这么大的动静，邻居间随口一说，很快就传到了姥姥耳朵里。这一次，她直接带着舅舅宋立邦杀到了我们城里的家。那天，我们刚好运完一批物资回来，正在清点剩余清单，门铃就急促地响了起来。妈妈透过猫眼一看，脸色顿时变了。是我妈和立邦。她无声地用口型对我们说。我和爸爸心里同时咯噔一下，爸爸迅速使了个眼色，我立刻会意，飞快地跑回自己房间，把桌上正在整理的应急包塞进衣柜，然后拿出课本摊在桌上。爸爸则一把将茶几上的物资清单塞进沙发垫子下面，顺手拿起一张报纸。妈妈深吸一口气，打开了门。妈，立邦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姥姥板着脸，一把推开妈妈，径直走进屋里，眼睛像探照灯一样四处扫射。舅舅立邦跟在他身后，吊郎当的晃悠着，眼神里充满了算计和好奇。我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你们这个家都要被你们搬空了吧？丽娟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又是取钱，又是买粮，还把老宅弄得跟堡垒似的。听说还养鸡养兔子了。张国强，你是不是破产了？要跑回乡下躲债呀？妈，看您说的，我公司好着呢，就是最近工作压力大，想换个环境休息一下。改造老宅不是为了住的舒服点吗？放屁！休息需要买几吨粮食，需要把墙砌得那么高？你骗鬼呢？是不是听到什么内部消息了？要打仗了，还是要有什么大灾了？我告诉你，张国强，丽娟是我女儿，立邦是你弟弟，有什么好事你得带着我们，可不能自己偷偷摸摸准备。就是啊，姐夫，有啥发财的路子或者保命的法子，可得分享分享，咱们可是一家人。妈妈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她知道这次的理由如果不够充分，很难骗过精明的母亲和贪婪的弟弟。我躲在房间门后，手心全是汗。突然，我灵机一动，猛地推开房门，冲了出去。开门的那一刻，我的脸上迅速摆出一副又委屈又愤怒的表情，对着爸爸大声喊道：爸，我受不了了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肯承认这日子没法过了？我这一嗓子把所有人都吼愣了，包括爸爸和妈妈。爸爸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妈妈更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我，脸上有些慌乱。这不是提前排好的情节啊，怎么还临场发挥了？姥姥和舅舅也愣住了，疑惑地看着我。我旁若无人地继续我的表演，眼泪说来就来，带着哭腔对着姥姥控诉道：姥姥，您来的正好，您来评评理。我爸他根本不是要改造什么民宿，他也不是压力大，他是相信了一个什么特殊的组织。什么组织？传销嘛。姥姥和舅舅的眼睛瞬间瞪大了，充满了震惊和一丝果然如此的神情。爸爸和妈妈瞬间明白了我的意图，妈妈反应极快，立刻配合地露出痛苦又难以启齿的表情。爸爸则瞬间演技上身，脸上闪过一丝被揭穿的慌乱，确保姥姥和舅舅看到之后迅速掩盖，然后强装镇定地呵斥我：楠楠，你胡说什么？回你屋去。我不回。我哭得更凶了，对着姥姥哭诉：就是
他电脑里全是那些预言末世降临的资料，还偷偷跟一群奇怪的人聚会，说什么大师预言1个月后就有大灾难，只有准备好的人才能活下来。我抽空看了一眼姥姥和舅舅，很明显他们已经开始相信了。我继续努力道，他就魔怔了，非要把钱都拿出来买这些东西，还要我们去乡下那个破房子里等死。我妈劝他，他还跟我妈吵架。我同学的爸爸都好好的，怎么就我爸这样？我的留学计划都泡汤了，钱都被他拿去献给那个什么大师了。我一边哭一边偷偷观察姥姥和舅舅的表情，从震惊怀疑慢慢变成了恍然大悟和恨铁不成钢的鄙夷。他们宁愿相信爸爸是蠢到极致信了大师，是坏到极致的自私自利，也不会相信爸爸是得到了真实的预言。这个解释完美的契合了他们对爸爸人傻钱多和容易上当的固有印象，也解释了我们所有反常的行为。只有被洗脑的人才会做出如此疯狂且不计后果的举动。姥姥顿时痛心疾首地指着爸爸，张国强，我就知道你没那个发财的命，原来是被骗子骗了。还世界末日，我看你是鬼迷心窍。那些钱啊，那可是丽娟和楠楠的保障啊，你就这么糟蹋了。你那个什么大师，是不是还让你发展下线？你是不是还想拉立邦进去？我告诉你没门。舅舅立邦也一脸嫌弃和庆幸。姐夫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脑子怎么回事？哎，算了算了，那些粮食什么的，反正你也吃不完，到时候真没事了，记得分点给我们啊，别浪费了。妈，咱们走吧，跟这种被洗脑的人没什么好说的，晦气。他们彻底相信了张国强信了邪教，把家底都快掏空这个说法。相比于末世重生这种离奇的事情，显然这个解释更符合他们的认知逻辑。你好自为之，别再糟蹋钱了，不然我让丽娟跟你离婚。然后姥姥才带着一种看穿了真相的优越感和对损失了钱财的心痛感，拉着舅舅走了。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们3个人虚脱般的瘫坐在沙发上，相视无言，背后都被冷汗浸湿了。这一次危机终于彻底解除，以爸爸在姥姥家亲戚眼里变成愚蠢的邪教信徒为代价，我们换来了宝贵且不会再被怀疑和打扰的准备时间。楠楠，你真是太会演了。我有些尴尬的笑了笑，这听着也不像是什么夸我的好话，但是无所谓了，只要能顺利蒙混过关就行了。闺女，你这脑子，以后谁再说你傻，爸第一个不答应。只不过这下好了，在你姥姥那儿，我算是彻底抬不起头了。这怎么听着也不像夸我的？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。没办法，这是最能让他们相信，并且不会再想来沾边的最好理由了。的确，从此以后，姥姥和舅舅再也没来过电话。或许在他们看来，我们已经没救了，不值得再浪费口舌，只等着看我们的笑话。甚至可能还盘算着，等爸爸被骗的一文没有后，怎么来接收我们浪费钱买来的那些没用的物资。但是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赢得了最后宝贵的准备时间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更加争分夺秒，老宅的防御工事全部完成，物资也堆积如山。地窖里分类存放着足够我们一家3口吃用2-3年的食物、药品和生活用品。爸爸还弄来了几把强力的复合弓和弩，以及几根沉重的棒球棍作为防身武器。妈妈甚至开始带着我进行简单的体能训练，练习如何使用弩箭和棍棒。爸爸则反复演练遇到危险时的预警和防御流程。我们看着越来越像堡垒的家和充足的物资，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些。但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感，以及妈妈偶尔望向窗外时那深藏的恐惧，都在提醒我们，倒计时正在一天天减少。末世真的要来了。可是比末世先来的是姥姥。许久没有联系我们的姥姥突然独自出现在我们家。这天，我们一家刚准备完物资，从老家风尘仆仆地赶回来，就看见姥姥坐在我们家门口，脸上挂满了担忧。丽娟、国强，你们回来了。一看见我们，姥姥立马起身扑进我妈的怀里，一把鼻涕一包眼泪的声泪俱下。我和爸爸对视一眼，互通心意，姥姥8成又是来要钱的。不想被邻居看热闹，我们赶紧把姥姥扶进屋里。姥姥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就开始哭诉舅舅的不容易。丽娟啊，立邦从小就受欺负，我一个女人带着你们姐弟俩在这小城里讨生活，你弟弟好不容易有了女朋友，但是没钱啊，只能吹了。对于姥姥这一套，我们只能坐在这里安静的听完，因为如果不让她说完，她恐怕会一直赖着不走。国强啊，你就不要再弄那些没用的了，立邦最近又谈了个女朋友，要不你给拿点钱。终于，姥姥说到正题上了。等她说到这里，我手里的茶都凉了。爸爸看了一眼妈妈，姥姥捕捉到这个对视，立马抓住妈妈的手，想要利用妈妈的心慈手软，让她给爸爸施加压力。丽娟啊，等你弟弟好起来了，我肯定让他把钱还给你们。你们只有楠楠一个女儿，要那么多钱留着，也是让他带给别人家，还不如给你弟弟，让他早点娶个老婆，给我们老宋家开枝散叶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懒得喷他。妈，我手里没钱了，钱都在国强那里，他最近你也知道，他都拿去挥霍了。你说我这……妈妈抱歉地看了一眼爸爸，下一秒，姥姥立马站起来跳脚，刚想指着爸爸的鼻子臭骂，就被我打断了。我上前搀住姥姥的胳膊，姥姥，你先别生气，
坐下喝口茶，我有办法帮舅舅拿到钱，只要你配合我拍拍照就行。姥姥听见我这么说，赶紧点头。对于爸爸拿不出钱这件事，她倒是深信不疑，但是她就是想来压榨干净我们家最后一分钱，好用来滋养舅舅那个吸血鬼。爸爸妈妈有些好奇地看着我，想看看我这次又出了什么新花样来骗姥姥。我掏出手机，打开了之前用的网贷小平台，然后飞快地注册了姥姥的信息。姥姥不认识几个字，但是看见手机上不断有钱打进来，她脸上顿时笑开了花。我急用姥姥的身份信息套了好多平台的贷款，虽然姥姥没有什么还款能力，但是她名下有宅基地，有姥爷的抚恤金，还有每个月发的养老钱，这些足够她贷出一大笔钱了。可惜收款账户我填的是我自己的，钱源源不断地打入我的账户。好了，姥姥，我这就把钱都转给你，你拿回去给舅舅用吧。后面如果有人打电话找你提还钱的事情，你就不用管了，到时候我爸公司就好起来了，让他还上就好了。对，妈，等下个月我的公司还有一大笔收入，你放心，到时候这钱我都还上。听见爸爸这样保证，姥姥笑开了花。她没什么文化，只知道这拍了几张照片就能拿到很多钱，还不用还，这对她来说简直是致命的诱惑。可惜紧急联系人上面的联系方式，我填的是舅舅的手机号，到时候就算催债，也不会有人给我们打电话。我拿着手机又装模作样的捣鼓了一番，趁姥姥不注意，把账户里的钱悄无声息的转给了妈妈一半。妈妈看着手机上的转账信息，嘴角都快压不住了。好了，我把刚才弄出来的钱都转到你的微信里了，你回去就和舅舅说，是我爸给的就行。姥姥看着账户上的数字，迟疑了一下，看着我一脸真诚，转而又换上一副笑脸。好，我这就去给他，让他去谈个女朋友回来。我们一家人附和了几句，就把姥姥送走了。临走前，姥姥把我们买回来的橘子也提走了。确定姥姥走远了之后，爸爸和妈妈笑作一团，我一脸骄傲。这么多年，姥姥利用妈妈的孝心，在妈妈这里不断索取，要了钱就拿去给舅舅花，而我拿回来的这些，连利息都不够。楠楠真有你的，你给你姥姥注册那么多，你不怕你舅舅发现了来找我们吗？爸爸一边笑一边提醒我，我早有准备，我已经把手机上姥姥的信息删掉了，还有姥姥回去也只会说是从我们这里拿的，舅舅也不会发觉。爸妈，我看天气预报说最近几天有雨，还要降温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要不我们明后天就收拾一下东西搬过去吧。妈妈点头同意。对，万一我妈回去之后被立邦发现了贷款的事情，肯定又要来闹。好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开始收拾，做好准备。我去租车，把我们常用的衣物都带过去。我们一家人又开始了分头行动。为了避免引起老宅村里人的注意，爸爸租了很多辆车，趁着晚上的时候，少量多次的把我们家里的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。妈妈则留在家里收拾家里一切可以被带走的物品，甚至把我睡觉时抱着的玩偶都带上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还没起床就被外面呼啸的风声吓醒了。果然要变天了，末日真的如同妈妈说的那样要到来了。我们快速的洗刷完后，看着空空荡荡的家里，心里一阵落寞。在这里住了10几年，难免有感情了。好了，不要伤感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我们能熬过这个难关，以后的路都是坦途。听了爸爸的鼓舞，我和妈妈扫去脸上的阴霾，提着小包出门了。路过楼下，还特意和楼下的大喇叭王阿姨打了个招呼，说我们一家要出去旅游几天，拜托她给留意下家里的房门。她满口答应。转头，我们小区大部分人都知道了，我们一家人出去旅游了。坐在车上，妈妈脸上有些凝重，我以为妈妈是担心我们的物资不够，刚想安抚，可是妈妈却先开口了。你们说，如果这次末日没来，一切都是我的幻觉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还当什么大神？没来不更好吗？我们就当这一次是出去旅游了，不要担心，有我在，我会保护你们娘俩。我们抵达乡下老宅时，天色已彻底阴沉下来，黄风卷着枯叶，空气中弥漫着山雨欲来的土腥味。老宅那加固后的高墙和厚重铁门在灰暗的天光下显得格外肃穆，仿佛一座沉默的堡垒。我们最后一遍清点物资，查漏补缺。爸爸调试了太阳能板和蓄电池，确保电力系统运行良好。妈妈将最后一批易坏的蔬菜放入地窖的储藏柜，我则检查了所有门窗的锁闭情况，并将复合弓和弩箭放在客厅和卧室等触手可及的地方。气氛凝重而安静，我们都下意识地避免过多交谈，各自忙碌着，用行动对抗内心深处的焦虑和妈妈那一丝不安。夜幕早早降临，狂风呼啸，终于下起了瓢泼大雨，雨点砸在屋顶和窗户上，发出密集的噼啪声。我们简单吃了些罐头食品，围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听着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新闻播报。最初的一切似乎都只是对恶劣天气的预告播报。深夜11点左右，收音机里的音乐节目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插播打断。紧急新闻！紧急新闻！本市多家医院接收到大量突发性狂暴症患者，患者极具攻击性，已造成多名医护人员受伤。警方呼吁市民不要前往人群密集区域，保持冷静，等待进一步通知。信号开始受到严重干扰，杂音越来越多。爸爸立刻切换频道，另一个电台也在播放类似的内容。
语气更加惊慌失措。似乎不是狂躁症，众多专家正在联合会诊。就目前获得的消息来看，他们像野兽一样四处咬人，被咬伤的人也会很快发狂。一声尖锐的惨叫和混乱的撞击声后，这个电台也陷入了死寂。我们3人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。妈妈脸色苍白，双手紧紧攥在一起，指节发白。爸爸关掉了收音机，客厅里只剩下窗外狂暴的风雨声以及我们沉重的心跳。来了，真的来了，不是梦。妈妈的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，充满了确认噩耗后的绝望和一丝奇异的解脱。她的重生不是幻觉。爸爸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小心翼翼地拨开加厚窗帘的一角，向外望去。外面漆黑一片，只有雨水反射着屋内微弱的光线。远处村庄原本零星的灯火正在一片接一片的熄灭，仿佛被无形的巨兽吞噬。世界正在我们熟悉的模样中迅速剥离，显露出狰狞的底色。从现在起，保持绝对安静，非必要不开灯，尤其是强光。爸爸压低声音对我们下达指令，语气是前所未有的严峻。轮流守夜，我守第一班，你们娘俩先去休息，保存体力。我和妈妈都知道，这不是客气的时候。我们点点头，回到了各自的房间。我躺在床上，睁着眼睛听着屋外的风雨声，以及隐约传来的不同于风雨声的嘶吼和混乱声响。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缠绕着我的心脏，但奇怪的是，家的坚固和充足的准备又给了我一丝微弱的安全感。这一夜无人安眠。第二天，雨势稍微小了一些，但天空依旧阴沉的可怕。通讯彻底中断了，手机没有了信号，网络自然也不复存在。我们生存的老宅仿佛成了一座孤岛。通过2楼窗户，我们小心翼翼地用高倍望远镜观察，看到远处村庄的道路上有几个身影在摇摇晃晃地行走，动作僵硬怪异。更远处似乎有黑烟升起。妈妈指着其中一个身影，嘴唇颤抖。这是村头的李老汉，他平时最爱坐在村口下棋，看来他已经被……妈妈没有继续说下去，上一世恐怖的记忆再次席卷而来，脸色瞬间煞白。我把妈妈揽在怀里，此刻什么安慰的话语都是徒劳。而外面，李老汉的衣衫褴褛，身上沾满暗色的污渍，一条胳膊以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，漫无目的的在泥泞中徘徊。末世真的来了，他以最直观、最残酷的方式证实了妈妈的一切话语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彻底进入了避难模式，活动范围仅限于屋内和加固后的院子，但也仅限于绝对安全时快速进行得必要劳作，如喂鸡取蛋。说话基本靠气声和手势，所有窗帘都保持关闭状态，只在绝对必要时才小心窥探外界。我们听到了更多声音，越来越多的嘶吼声，偶尔的尖叫声、撞击声，甚至有零星的枪声。声音过后便重归死寂，每一次一响都让我们的神经紧绷到极点。爸爸甚至在围墙上用绳子和空罐头瓶做的简易半锁警报，作为一个简单的报警装置，必要的危险时刻可以用来提醒我们。第5天，果然如妈妈预言的那样，水电彻底中断了。好在我们的井水系统和新安装的净水设备运转良好，太阳能板和储备的柴油也足以维持基础用电。看着厨房那个依旧能烧开水的电水壶，我们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奢侈和庆幸。第10天左右，我们迎来了第一次真正的考验。那天下午，预警的罐头瓶突然发出了清脆的撞击声，我们立刻拿起武器，屏息凝神。爸爸和我在2楼窗户边，妈妈在1楼门后，通过猫眼和预留的观察孔警戒。脚步声，凌乱而沉重的脚步声，还有粗重的喘息声，不止一个人。快进去，这房子结实。一个刻意压低略带焦急的男声传来。哥，门锁着，好厚的门。另一个年轻些的声音回应，接着是急促的拍门声传来。有人吗？开门，救救我们，后面有那些东西追来了。透过猫眼，妈妈看到2个大约20多岁的年轻男人，浑身脏污，脸上写满了惊恐和疲惫，正不断回头张望，拼命拍打着我们的铁门。我的心提了起来。是人，活人，我们要救吗？妈妈看向2楼方向的爸爸，爸爸脸色凝重，缓缓但坚定地摇了摇头。不是我们冷血，妈妈的前世记忆血淋淋地告诫我们，末世里很多时候活人比丧尸更危险。我们无法判断这2个人的底细，他们的出现是否会是陷阱，开门的风险太大了。拍门声持续着，夹杂着苦苦的哀求。求你们了，给点吃的也行，我们快饿死了。爸爸深吸一口气，走到1楼，隔着门板，用压低的不带感情的声音说道：离开这里，我们帮不了你们。门外的人显然没料到我们会如此直接的拒绝，愣了一下，哀求立刻变成了恼羞成怒的咒骂。见死不救，你们还是不是人？里面肯定有吃的，把门砸开。旁边有男人在附和着，他们的脸上立马换上了一副凶狠的样子，全然没有了刚才的哀求。他们开始用身体撞击铁门，甚至找来了石头砸门，但厚重的防盗门和加固的门框纹丝不动，只发出沉闷的响声。这动静反而引来了那些更可怕的东西，远处传来了丧尸特有的嘶吼声，并且正在快速接近。门外2人也听到了，脸色瞬间惨白，咒骂变成了绝望的嚎叫。他们来了，都怪你们，是你们害死我们的。如果我们死了，做鬼也会回来找你们的。
他们最后疯狂地砸了几下门，然后不得不转身逃跑。很快，门外就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、惨叫声以及令人牙酸的撕咬声。这次声音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才渐渐平息，只剩下丧尸满足后的低沉嘶吼和徘徊的脚步声。我们一家三口靠在门内，浑身冰凉。虽然理智上知道选择正确，但亲耳听到同类被如此残忍的吞噬，心理上的冲击是巨大的。但这一次遭遇，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末世的残酷法则，也更加坚定了绝不轻易开门的决心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我们逐渐适应了这种极度压抑但相对安全的生活。种植在院子里的速生蔬菜开始冒芽，鸡开始下蛋，兔子也繁殖了一窝小崽。这些小生命给死寂的日子带来了一丝微弱的生机和希望。期间，我们又远远看到过几波幸存者，有的仓皇逃窜，有的为了一点食物互相争斗。甚至有一次，我们亲眼目睹一小群人设计将同伴推入丧尸群，只为自己争取逃跑时间。人性的丑恶在生存压力下暴露无遗。每一次，我们都只是沉默并警惕地做一个旁观者，加固着绝不轻易相信任何外人的信念。大约在末世开始1个月后，一个我们最担心但也最意料之中的访客终于来了。那天，妈妈正在小心地给蔬菜浇水，突然她全身一僵，猛地蹲下身，对着屋内的我们拼命打手势。有人靠近，很多人。我和爸爸立刻冲到观察点，只见远处大约有7、8个人，正深一脚浅一脚，小心翼翼地朝着我们老宅的方向走来。为首的赫然是姥姥，舅舅宋立邦搀扶着他，还有几个面生但看起来流里流气的年轻男人，个个面黄肌瘦，手里拿着棍棒、砍刀等武器。他们果然来了。妈，你看姐他们家这房子真弄成这样了，看起来真结实，里面肯定有吃的。姥姥喘着气，脸上早已没了往日的精神，只剩下疲惫和生存的苛责。她看着我们的堡垒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，有希望，有算计，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，但很快被更强的求生欲掩盖。丽娟，国强，开门啊！是妈还有你亲弟弟立邦啊！姥姥刻意强调了亲弟弟，就是想利用妈妈的心软特性，可惜没有得到回应，随即开始拍门，声音嘶哑。快开门，让妈进去，外面活不下去了，到处都是吃人的怪物啊！姐、姐夫，快开门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，你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屋内，我们3人心脏狂跳，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真正面对时，那种血缘亲情带来的拉扯感依然存在，尤其是对妈妈而言。妈妈看着门外形容枯槁的母亲和弟弟，眼神挣扎，手微微抬起，似乎有一瞬间的动摇。爸爸紧紧握住她的手，眼神锐利地看着她，无声地摇头。我也抓住妈妈的另一只手，用力捏了捏。妈妈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，在睁开时，眼神已经恢复了冰冷和决绝。前世我们一家的惨死，我的高烧身亡，她最终也没能逃脱。那种被撕咬肉体的痛感，让妈妈记忆犹新。爸爸凑到门上之前特意加装的，便于隔门对话的传声孔，冷冰冰地回应道：“这里没多少粮食，地方也小，容不下这么多人，你们走吧。”姥姥顿时坐在地上哭嚎起来。丽娟，我是你妈啊，你忍心看着妈死在外面吗？国强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立邦是你弟弟啊！听不到我们的回答，舅舅也怒了，开始原形毕露。张国强、宋丽娟，你们别给脸不要脸，快开门，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别以为这破门能挡住我们。他身后的那几个混混模样的男人也开始叫嚣，用棍棒敲打我们的铁门和围墙，发出砰砰的响声。妈的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把门撞！里面肯定好多吃的，抢了他们！爸爸脸色一沉，知道无法善了。我立刻跑上2楼，拿起那把已经上好箭矢的弩，对准了窗外。爸爸则拿起另一把弩，通过1楼提前准备好的隐蔽射击孔瞄准门外，同时大声警告：“最后警告，立刻离开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”舅舅等人仗着人多，根本不信我们敢动手，或者说食物的诱惑已经让他们疯狂。他们开始更加猛烈地撞击大门，甚至有人试图搭人梯想翻越围墙。砰！一声轻微的击扩响动，一支弩箭擦着舅舅的耳朵，嘬的一声定在了他们身后的树干上，尾羽还在微微颤动。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箭吓住了。舅舅摸着自己火辣辣的耳朵，看着那只深嵌入树的箭矢，脸色煞白。你们竟然真敢动手！舅舅的声音带上了恐惧，但语气还是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。爸爸冰冷的声音透过门板传来：“下一箭瞄准的就不是树了，滚！”姥姥吓得瘫软在地上，久久不敢起身，哭都哭不出声了。那几个混混也被镇住了，面面相觑，不敢再上前。舅舅色厉内荏地放了几句狠话：“好，张国强、宋丽娟，你们够狠，你们给老子等着，这事儿咱们没完。”但他们终究不敢再尝试，搀起吓坏的姥姥，灰溜溜地1步3回头地，骂骂咧咧地离开了。看着他们消失在视野尽头，我们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后背全是冷汗。我们知道，以舅舅睚眦必报的性格，他绝不会轻易放弃。但这一次，我们占据了绝对的主动和防御优势。果然，之后几天，他们又在远处徘徊观察了几次，但看到我们戒备森严，
始终没敢再靠近。期间，爸爸甚至用弩箭射杀了一只游荡到院子附近，被妈妈前世记忆标记为特别敏捷危险的变异丧尸。精准的箭法也无疑震慑了暗处窥探的舅舅等人。他们终于明白，这块硬骨头他们啃不动，如果继续耗下去，只会吸引更多丧尸，对自己更不利。几天后，他们彻底消失了，大概是去别处寻找更容易得手的目标了。最大的潜在威胁暂时解除，我们赢得了第一场针对人祸的胜利。末世的生活艰难而漫长，我们经历了物资匮乏的心理焦虑，即便我们准备充分，但还是没有安全感。经历了极端天气的考验，也经历了小规模的丧尸骚扰。我们学会了更精细的利用资源，用雨水、堆肥，甚至尝试用简单的陷阱捕捉小型野生动物改善伙食。妈妈利用她前世的记忆，帮助我们规避了几次潜在的危险区域和变异丧尸活跃的时期。爸爸则不断改进防御设施，还成功修复了一台老旧的无线电，偶尔能接收到外界极其微弱、断断续续的信号。得知城市并未完全毁灭，但秩序崩塌，幸存者们在艰难挣扎。我则负责记录日志，学习妈妈传授的末世生存知识，并努力保持积极的心态。经常拉着爸爸妈妈一起玩一些简单的桌游，或者在绝对安全的夜晚，悄悄在室内做点运动，维持身体机能。我们一家三口相互扶持，相互依靠，在绝望的世界里，用爱和准备艰难地守护着这小小的方舟。可是我们最大的危机却并非来自外部。在一个沉闷的令人窒息的午后，妈妈毫无征兆地倒下了。起初只是轻微的咳嗽和乏力，我们以为是普通的感冒。末世的医疗条件让我们不敢掉以轻心，立刻给她用了储备的抗生素和退烧药。然而病情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急转直下，高烧、剧烈咳嗽，甚至开始出现呼吸困难。妈妈的脸颊烧得通红，呼吸时胸腔发出可怕的挖风箱式的杂音。她虚弱地躺在床上，每一次呼吸都显得无比艰难，意识也开始模糊。我和爸爸心急如焚，轮番用冷毛巾给她物理降温，翻遍了地窖里所有的药品，尝试了各种我们能想到的配方，退烧贴一个接一个的换上，但一切都无济于事。妈妈的症状与妈妈前世记忆里我死前的那场高烧惊人的相似，但似乎又更加凶猛。绝望像冰冷的潮水，淹没了我们坚固的堡垒。我们有足够的食物抵挡饥荒，有坚固的墙壁抵挡丧尸和恶人，却对这悄无声息侵入的病魔束手无策。现有的药品根本不起作用。妈妈却在清醒的时候拍了拍我的手，像我之前安抚她的时候一样安抚我。楠楠，不要害怕，妈妈已经死过一次了，这一次已经比上一次舒服多了。同时，妈妈也很庆幸，这一世妈妈改变了你的命运，终于不是你经历这种痛苦了。我的眼泪瞬间涌出，啪嗒啪嗒的落在妈妈的手上。我拼命的摇头，如果真的可以，我也愿意替妈妈承受这一切。爸爸在一旁心急如焚，来回的踱步。妈妈想要开口安慰爸爸，可是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闭上了。不行，这样下去不行。爸爸看着妈妈痛苦的样子，眼睛布满血丝，拳头攥得死紧。我必须得出去找药。爸爸猛地停住脚步，语气斩钉截铁，不容置疑。我吓了一跳，立刻抓住他的胳膊阻止他。爸，不行，外面太危险了。况且你就算出去了，你知道现在哪里还能找到有效的药吗？末世爆发已近2个月，医院和药店早已是第一批被洗劫一空的地狱之所。就算侥幸找到药品，也很可能过了有效期，或者不对症。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妈。爸爸的声音哽咽了，这个一向坚强的男人，此刻显得如此无助。总得试试。我记得镇卫生所旁边有个私人小诊所，平时不太起眼，也许还有遗漏。爸爸的语气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疯狂。看见他的表情，我的脑海里出现爸爸妈妈平日里恩爱的模样。我知道我劝不住他，妈妈的情况正在急剧恶化，每一分钟都是煎熬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我立刻开始套上防刺服。不行，你留在家里照顾你妈，守住家。爸爸严厉的拒绝。我一个人目标小，行动快。可是我心里十分犹豫，我知道妈妈这里离不开人，可是爸爸一个人出去，我又放心不下。尽管我知道，即便我跟着出去了，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，但是我总是想多保护他们一点。没有可是，这是命令。爸爸罕见的对我如此强硬。他迅速穿戴好装备，将复合弓背在身上，腰间别着砍刀，最后深深的看了一眼昏迷中的妈妈，又用力抱了抱我。楠楠，保护好妈妈，保护好自己，等我回来。他的眼中是决绝和不成功便成仁的意志。我含泪点头，知道任何话语都是苍白无力的，只能任由爸爸去冒险。爸爸做好了一切准备，手里拿着手电筒，我帮他打开一道门缝，爸爸像一道影子般悄无声息地滑了出去，迅速消失在废墟和杂草丛中。我迅速锁好门，背靠着冰冷的铁门，浑身都在颤抖。时间从未如此缓慢而煎熬。我守在妈妈床边，
不停地用温水擦拭他的额头和手臂，听着他艰难的呼吸声，心如同在油锅里煎炸。每一秒，我都在祈祷爸爸平安，祈祷妈妈能撑住。我也竖着耳朵，警惕着外界任何一丝不寻常的动静，既害怕丧尸被吸引来，更害怕舅舅那伙人去而复返。此刻，我们的堡垒显得如此脆弱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外面除了风声和偶尔遥远的嘶吼，一片死寂。爸爸没有任何消息，妈妈的高烧依旧持续，甚至开始说胡话，含糊地喊着我的名字，有时候喊着爸爸的名字，有时候也喊着快跑。我的心一点点沉入深渊。就在我几乎要被绝望吞噬时，围墙外的简易警报器突然极其轻微地响了一下，不是丧尸那种无意识的碰撞，更像是人为的刻意触碰。我瞬间绷紧了神经，抓起弩箭，悄声来到1楼观察孔。外面天色已经昏暗，借着微弱的天光，我看到一个身影正踉跄地靠近大门。是爸爸，他看起来情况很糟，几乎是拖着一条腿在移动，身上沾满了污渍，似乎受了伤。我心脏狂跳，强忍着立刻开门的冲动，再次仔细确认他身后是否有东西跟踪，或者是否有埋伏。观察了几分钟，似乎只有他一个人。我这才小心翼翼地打开门锁，爸爸几乎是摔进来的，我立刻奋力将他拖进来，迅速关门落锁。浓重的血腥味扑面而来。爸！我压低声音惊呼，爸爸的额角破了，血流了半张脸，左腿裤腿被撕开一个大口子，鲜血浸透了布料，但他怀里却紧紧抱着一个脏兮兮的，看起来空空如也的破背包。药，快给你妈！爸爸虚弱地指着背包，话没说完就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嘴角甚至溢出了血沫。我这才惊恐地发现，爸爸的脸色潮红，呼吸急促，这症状竟然和妈妈有几分相似。我手忙脚乱地打开背包，里面果然躺着几盒稀有的强效抗生素和退烧针剂，这些我们在囤货的时候根本买不到。背包最里层还有一些治疗外伤的药品，虽然盒子破损，但里面的药剂看起来完好无损。爸爸是在什么样危险的情况下拖着受伤的身体，可能还感染了病菌，才找到这些药的。我来不及细想，也顾不上悲伤。现在我的2个至亲都命悬一线，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先以最快的速度，按照药品说明和之前学习的知识，给妈妈注射了抗生素和退烧针，然后立刻处理爸爸的伤势。他的额角是撞击伤，问题不大，麻烦的是腿上的伤口深可见骨，像是被什么尖锐的金属划伤，污染严重，已经有些发炎肿胀。咬牙用酒精和碘伏仔细清洗伤口，撒上消炎粉，再用纱布紧紧包扎好，紧接着也给爸爸用了药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几乎虚脱，汗水浸透了衣服。我把爸爸搀扶到妈妈旁边的地铺上躺下，然后寸步不离地守着他俩，不停地测量体温并做好记录，更换冷毛巾，祈祷药物快点起效。后半夜，爸爸开始发起高烧，甚至比妈妈更早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。我的一颗心沉到了谷底。爸爸很可能在寻找药品的过程中，也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病菌。巨大的恐惧和压力几乎将我压垮，但我不能倒下。我知道，现在我是这个家唯一的支柱。我轮流照顾着爸爸妈妈，强迫自己进食喝水，保持体力，用尽毕生所学和所有能找到的物资与他们身上的病魔抗争。2天2夜的不眠不休，终于在第2天深夜，妈妈的高烧首先开始缓慢退去，呼吸虽然依旧微弱，但不再那么艰难。天快亮时，爸爸的体温也终于从骇人的高度开始下降。我瘫坐在床边，手里握着记录体温的笔记本，喜极而泣。我知道最危险的日子我们熬过去了，接下来的日子我独自一人承担起了所有，照顾2个重病虚弱的病人，打理院子里的蔬菜和牲畜，警戒放哨，准备食物，每天像陀螺一样旋转，身体疲惫到了极点，但精神却因为爸爸妈妈缓慢而坚定的好转而充满希望。几天后，爸爸妈妈清醒了，看到彼此都安好，看到我疲惫却坚毅的样子，眼中都充满了愧疚和心疼，以及无比的骄傲。楠楠，辛苦你了。妈妈虚弱地拉着我的手，眼泪滑落。爸爸则只是红着眼圈，重重地握了握我的肩膀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这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几乎击垮我们，但也让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纽带变得更加牢固和紧密。我们真正成为了彼此最坚实的依靠。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调养，爸爸妈妈终于完全康复。爸爸腿上的伤也愈合了，虽然留下了一道狰狞的疤痕，但好在行动无碍。这场劫难让我们因祸得福。那些强效药物不仅治好了妈妈的病，似乎也让她身体里产生了抗体，她的体质甚至比生病前还要好一些。末世的许多变异病菌似乎再也无法对她造成威胁，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到了正轨，甚至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平静。爸爸改进了警报系统，增加了更多隐蔽的观察点，妈妈则开始系统地将她前世10年的生存经验传授给我，包括识别可食用植物、简单的伤口处理，甚至是一些利用日常物品制作简易工具的技巧。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着。我知道，在这个时代，多一份技能就多一份活下去的资本。我们依旧能偶尔从无线电里听到外界零星的消息，似乎在一些地方，残存的力量
开始尝试建立幸存者据点，但过程异常艰难，不仅要面对丧尸的威胁，更要提防人性的黑暗。我们谨慎地记录着这些信息，但并不打算主动接触。对我们而言，这个坚固且物资相对充足的老宅才是最安全的港湾。时光流逝，1个月又过去了。院子里的蔬菜收获了一茬又一茬，鸡兔循环繁殖，提供了稳定的蛋肉来源。我们甚至成功腌制了咸菜，晾晒了肉干，进一步丰富了食物储备。我们习惯了这种与世隔绝、自给自足的生活，习惯了在寂静中保持警惕，在绝望中寻找希望。偶尔，我们还是会看到幸存者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是末日下的流浪者。他们大多面黄肌瘦，眼神麻木或充满警惕。每一次，我们都只是沉默地注视着，从未发出任何信号。不是我们冷血，而是血的教训太过深刻。妈妈的前世，我们的今生，都无数次印证了这一点。我们能做的，只是守护好自己这方小小的天地。直到那一天深秋，一个不速之客悄然登门。一个胡子拉碴、浑身是伤的男人出现在我们的门前，一下一下沉沉地敲击着我们的大门。一开始我们以为又是和之前一样是变异的丧尸，可是他似乎很坚持，一直在不停地敲。我们一家3口原本还围在一起研究扑克牌的新玩法，听着外面锲而不舍的敲门声，我和爸爸警惕地对视了一眼。爸爸立刻冲到观测孔处，我也利用猫眼开始观察外面的情况。妈妈则立马进入警戒状态，为我和爸爸准备武器。那个人一直低着头，长长头发遮住了他大半张脸，头发下是一张阴森恐怖的面容。是舅舅，我的舅舅宋立邦，他竟然还活着。不得不说，在这末日下，几个月了，他毫无准备，竟然还能活着，已经是个奇迹了。姐，开门，我是立邦。爸爸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，妈妈也握紧了手中的武器，眼神复杂。我透过猫眼仔细打量，舅舅看起来狼狈不堪，衣服破烂，身上还有不少已经结痂的伤痕，整个人瘦脱了相，比上次见到时虚弱了太多，似乎只剩下一口气吊着。姐，开门，求你了，就我一个人，妈她没了。舅舅的声音嘶哑破碎，带着哭腔，听起来无比凄惨可怜。他踉跄着靠在大门上，仿佛随时会倒下。妈妈的身体猛地一震，脸上闪过一丝悲痛，尽管对姥姥有诸多怨怼，但那毕竟是她的亲生母亲。听到她的死讯，妈妈不可能无动于衷。爸爸紧紧按住妈妈的肩膀，无声地摇头，眼神锐利如鹰，丝毫没有放松警惕。他用口型对我们说，可能是苦肉计。我立刻明白了爸爸的意思，舅舅此人极其狡猾自私，为了达到目的什么都能演出来。姥姥是否真的死了，我们无从考证，但这很可能是他博取同情的手段。姐，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对，我不是人。舅舅继续哭诉，声音断断续续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给我点吃的，哪怕一口水也行，我保证拿到吃的我马上就走，你看在妈的份上。他的表演堪称声泪俱下，若是以前，心软的妈妈或许真的会动摇，但此刻妈妈的眼神在经过短暂的波动后，重新变得冰冷而坚定。前世的背叛和这一世的种种，早已将那份亲情消磨殆尽。她深吸一口气，走到门边，隔着门冷声道：“宋立邦，你走吧，这里没有你的吃的，也没有你的水。妈如果真不在了，那也是命，我们救不了你，也不会救你。”门外的哭声戛然而止，短暂的沉默后，舅舅的声音陡然变得尖利而怨毒，彻底撕破了伪装。宋丽娟、张国强，你们好狠的心，你们见死不救，你们不得好死，你们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我活不了，你们也别想好过。他像是疯了一样，开始用尽最后力气疯狂地撞门踹门，发出砰砰的巨响。出来，你们给我出来，把吃的都交出来。这巨大的动静立刻引来了远处游荡的丧尸，嘶吼声由远及近。爸爸眼神一厉，毫不犹豫地举起弩箭，通过射击孔瞄准了门外状若疯狂的舅舅。最后警告，立刻滚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爸爸的声音如同淬了冰，舅舅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智，或者根本不信我们敢杀，依旧疯狂地制造噪音。砰！弩箭激射而出，精准地射穿了舅舅拍打着门板的手臂。他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捂着瞬间被鲜血染红的手臂，惊恐地看着深深嵌入大门铁皮的箭矢，终于清醒地认识到里面的人是真的会下死手。丧尸的嘶吼声越来越近，已经能看到几个扭曲的身影正闻声赶来。舅舅脸上血色尽失，恐惧压倒了一切。他想跑，可是来不及了，丧尸的移动速度比他想象的快。很快，他被丧尸包围了。爸爸将妈妈搂在怀里，接着捂住了他的眼睛。我也害怕地转过头不再看。尽管这几个月来已经看遍了这种场面，可是自己的亲人置身事中的时候，还是很难无动于衷。很快，外面没有了挣扎的声音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我们3个人相互依偎着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得彼此支撑，在这末日废土之上，艰难却坚定地活着。妈妈的前世记忆如同黑暗中的灯塔，虽然照亮的是曾经残酷的航道，却指引我们避开了致命的礁石。而这一世，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和决心改写了自己的命运。